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尹诺画室，我是 Alex。如果你是一位零基础的画画新手，这里非常适合你。我会继续在这个影片一步步教大家学习画画。今天我继续教大家画立方体3点透视。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画板、素描纸、美纹纸、橡皮擦和2B 铅笔。3点透视在生活中比较少遇到，但是在美术作品当中会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像城市的仰视图、俯视图，它都是一种特殊的角度和效果。而对于一些漫画像风景画也会出现3点透视，在人物漫画的设计中也会出现3点透视的角度。好，我们一起来看吧。一开始呢，还是先画一条水平线，我们的视平线。在这个线上呢，有2个点，分别是消失点1。消失点2，还有一个消失点3在最底下。消失点3因为是3点透视，那3点透视的关系就是正方体的其中一个角离我们最近，其他的斜边都因我们的距离而逐渐远去我们待会画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同样的道理，水平线上方称之为仰视，水平线上称之为平视，水平线下称之为俯视。我们一开始先点一个点，这个点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通过这个最近的点呢，进行3个消失点的连接。这要先画漂亮一点。同学们在上到第3节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跟前2节课的方法很像呢？都是需要连接消失点。OK， 连接完之后呢，我们再确定高度。它的长宽高我们把它定一定。我这里画重一点，免得同学们待会看的不是很清楚。新的高度、厚度，它都产生了新的线段。新的线段它会有一个端点，分别也跟3个消失点进行连接因为它本身已经跟另外一个连好了，我们只需要连接剩下的2个就可以了。一个一个来我们画的过程中呢，把笔削尖这样可以连得更准。下一个
第3个。好，我们把左右两边的高度再确定一下。同学们会发现又产生新的线段，对不对？新的线段也会有端点，继续跟左右两边消失点，包括底下的进行连接因为它已经连了2个了，所以我们把剩下的一个补一下就可以了。好，其实画到这一步呢，我们的这个立方体其实已经画完了。把看得见的线条进行一个明确。如果你要画透视关系的话，后面还有一个交叉点，大家如果能看得到的话，这是后面的。这个立方体它就长这个样子是有一种3点透视的感觉，其中这个点离我们最近，那我们把明暗区别一下，离我们最近的要画的比较重一点。OK， 为了让同学们看得比较清楚，我对它进行一个色调的处理。这是底面，这个是侧面。同学们看懂了吗？这个立方体它就长这个样子。如果是在线上，它会是怎么样的呢？一样的方法，我们在纸的任意一个地方点一个点，然后呢，连接的时候注意，这里跟我们之前的课有点区别先进行线的连接，连完之后，我们把它的高度确定。确定高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直接画在这条线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边确定它的高度，这边也把它的厚度给画出来。只是这一步的长度也比较关键，不要丑。多来一点也可以，正好经过了这条视平线，或者在这个视平线顶上正好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下一步也是端点对端点进行一个连接，点对消失点进行连接。连完之后呢，它又产生了新的高度，我们把这个高度确定一下。画完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连接。然后把外面的线条画出来。那为了让同学们看得更清楚，我把里面的位置也画出来。底下的这个面看的比较少如果你正好在这个视平线上，它应该是一条平的，正好是一条线。这个平面正好形成了一个角度，我们把这个离我们最近的线段进行一个颜色的变化。
这是它的侧面。有没有发现这个立方体它正好能看到2个面？如果在底下的话，它是长怎么样子的呢？那我们进行一个绘制，一开始也是先画一个点，这个点你不一定说点在之前的草稿线上，我们随便点，只要在这个水平线底下，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点的确定，然后进行连接。然后进行一个长宽高的确定，有了长宽高，就有了新的线段点，线段点再跟3个消失点进行连接，一个一个来啊。每个点都检查一遍，分别跟3边的消失点连起来了之后，我们再画下一个。OK， 我们再进行一个宽度的确定。这个立方体它长得比较开，确定这一段的宽度它有点像一个长方体并不是一个梯形哦。新的点再进行一个连接。把后面的连起来。这个线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个点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然后进行一个线段的处理。然后进行一个明暗的处理。OK， 这个立方体它就长这个样子至于其他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多点尝试。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继续订阅、分享、按赞。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